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的影片呢，其实是属于那些已经弃坑很久的玩家回归才有的东西。那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很多账号都是放了一段时间没有开过的，但是里面的东西跟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有一点不太一样。那我相信还在看我影片的观众，应该大多数都是在继续玩着这个游戏的，所以应该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个界面了。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那些回归的玩家到底拥有什么好东西。那首先第一个界面应该是大多数玩家都有看过，只要你们的小号有一段时间没有登录都会看到这个界面，但是这个界面只能选择第一代的统帅而已。但是下一个界面就有点不太一样了，且是音节。只要你累积登录2天之后就可以获得一个传说统帅，但是你们也不要太开心，它这个只是给你试用60天而已。那我们来看一下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就如我刚刚所说的一样，只要你累积登录2天，就可以从这个活动中选择任意一个传说统帅进行试用。然后这个统帅呢，你不需要再去提升等级，它会直接给你60等级的，并且它的技能你也不需要从0开始升起，但是它也不是给你觉醒的统帅，而是5511。玩家们在试用期间也可以继续的把金头丢给这些试用的统帅进行升级，但是这些统帅只能试用60天而已。那肯定有玩家就会问了，我把我的金头丢进去，然后60天结束之后，我的金头不是全部都消失了吗？但是你们不要那么紧张先，我们接着看下去。当试用期到期之后，系统就会回收原本的那个统帅，并且退还玩家在试用期间消耗的传说统帅雕像。就是说，不管你在这个统帅上面投资了多少的雕像，多少的金头，都会全部归还，就算是100颗、200颗、300颗都是一样。但是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当你选择了那位统帅之后，就不能够再替换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要出现在我们之后的伺服器呢？其实我们也是很需要这个东西的。因为我记得在之前我有做过自己版本的玩家社群反馈，里面有提到过，有一些玩家希望有沙盒模式，能够让我们去测试这些新的统帅或者是没有拥有的统帅。那可以看到官方这边可以给我们选择的统帅呢，其实全部统帅都有，包括最新的贝利都有在里面，不过没有艾莉诺，只有贝利而已。那你们看到我现在画面上不能选择任何一个统帅，是因为我还没有完成任务。如果我完成任务之后可以选择任何一个统帅，就算是我还没有招募的统帅都可以选择。那我老实说，这个模式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我希望官方可以让我们拥有这个模式，让我们自己去尝试一下，去觉醒这个统帅试用看看。当然我也是了解官方的顾虑，怕我们去觉醒了这些统帅试用之后，觉得这个统帅不好用的话，可能就不会去培养。不过换个方面去想，如果这个统帅其实他的能力还不错的情况下，我们去试用了，会不会反而增加更多的玩家去转盘获得这些新的统帅呢？那其实也不需要每一个新的统帅出现之后就让我们去试用了，我觉得可能就1年1次的机会，让玩家去尝试新的统帅，减少玩家可能会培养错误统帅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跟官方反馈说我们想要重置金头，但是官方似乎是不太愿意的。但如果是像这个方式试用统帅的话，或许可以呢。下一个也是正常玩家不会看到的界面，就是如果你已经弃坑很久了，回归游戏之后可以兑换金头。当然如果你不想要去兑换金头的话，你也可以去兑换其他的材料、金星或者是经验书之类的，但是我相信正常玩家都是会兑换金头啦。这个活动最少有5等级，最多有30等级。除了通用金头之外，还可以自选自己想要的统帅，但是如果你要换完全部东西的话，至少你要开销2655个回归币。那我这里是已经做出了一个列表给各位参考。那你们看到最右手边的 mini spend， 也就是这个东西，它是要求你最少要花了多少。就比方说你想要解锁第24等级的奖励呢，你在第23等级的时候必须要总共消费1555个，否则是没有办法解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然后这边统帅你们也可以看到是全部都可以选择的，并且我也是帮你们计算过了，因为它这个活动有30天的时间啦。如果是每一天它的活动刷新给你去拿到回归币的话，大概会有3000多个回归币左右，也就是说你是肯定可以兑换这里的全部大奖，也就是金头啦，除非你要去兑换其他的物品。还有当到自选统帅的阶段时，他每一次给的雕像呢都是有10颗，然后每到5等级给的金头就会比较多。那假设你们是把这里的等级全部都完成，总共可以拿到70个通用雕像。
自己选择的统帅可以兑换30个，加起来总共是100颗雕像，也就是说他给的镜头其实真的还蛮多的。但是他这个等级呢，也是要看你的账号到底有多少等级。假设你那个账号可能只有15等级的城市，那么这个活动就不会给你这么多等级，可能只有5等级而已。如果你真的来不及完成任务，你也可以用购买礼包的方式去获得。这边画面上写的是台币，如果换去马币的话，大概是24块9毛9。那这个礼包里面给的回归币呢，就是拿来兑换金头的。当然，你不想要购买回归币也是可以，只要完成任务也是一样可以获得的。那其实它这里的任务也没有很难的，就是打一些野蛮人啊、采集啊、帮助盟友、开金箱子、训练部队、去驿站购买一些商品，或者是去 VIP 商店购买一些物品，都是很简单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像我刚刚只是完成一些任务就可以兑换金头了，所以老实说这些任务真的没有很难。当你兑换了第1排的金头之后，你就可以选择第2排再继续兑换下去，所以基本上要拿完这里所有的金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接着就是组队移民，那组队移民在我们一般的账号里面是很少会看到的。这里的规则有点长，我尽量长话短说，就是你用这个方式去移民可以减少你移民令的用量，但是你每个账号下只能有一个角色去移民，也就是说可能你一个邮箱里面绑定了很多个账号，但是只有一个角色可以移民而已。这个组队移民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移民的冷却时间，你可以选择组队移民或者是自己一个人移民。为了方便让你跟其他组队的成员们沟通，他们会开放一个聊天室。假设你们是组队移民的话，你要移民过去的那个王国它是有设置战力上限，但是你已经超过了，就必须要等到那个国王他批准了之后你才可以进入。但是你们组队的那个战力是低于这个王国的要求的话，是可以直接进入的。移民队伍没有最低人数上限，一个人移民或者是组队移民都可以，但是建议跟对方的国王说一声先。不过跟一般的移民差不多，就是如果那个王国在战斗期间呢是不能够移民的。还有先锋王国也不开放组队移民。假设在我刚刚介绍的那些活动你还没有完成的话，你去到新的王国依然还可以继续完成。当你移民到那个新的王国之后，你出现的地方呢将会是随机的，不是你能选择的地方。不过如果你加入了当地的一些联盟之后，可能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关卡去到别的领土。那么在说完了移民规则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是怎样操作的。当你们进入界面之后，就会看到这个画面，你们可以看到每一个队伍都有自己的名字，他们要移民的目标王国人数有多少位，然后他们的平均战力有多少，用的语言是哪一种。不过看到这里大多数都是没有写他们什么时候要开始移民啊，他们要做什么东西之类的，只有少数他们会有写到他们要什么时候开始移民。就比方说这个队伍他们是计划在5月30日的时候移民到新的王国，但是它的方向是属于比较悠闲的，他们不会强制每个玩家去战斗，不打架没有击杀，也不会清零你。下面还有一些王国你们可以自己大概看一下，不过大多数都是没有什么玩家加入，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详细的说明自己到底移民是为了什么东西，要去哪里移民，要什么时候移民。那当然的，如果你不想要加入的话也是没有问题，你可以选择自己开一个队伍，这里就包括你要移民的目标王国是哪一个王国，你可以自己选择。那当然先锋王国是不能移民了，你可以选择其他的王国。在选择好王国之后，可以自己添加队伍的名字，还有你的队伍宣言，选择语言，加入你的组队玩家有什么要求，他的战力上限到底需要多少，这些全部你都可以自己调整。因为大多数的王国它的战力上限呢都是2500万左右，可能你可以调低一点，就可以顺利的完全不用过问国王就可以移民过去了。这一期它的活动大多数玩家都看过了，还有一个就是有介绍每个 KVK 有什么特色，会出现哪一些统帅之类的。最后就是如果你不想要移民的话，也可以开启新的账号，这里你们可以看一下哪一个王国在什么时候会开启，它这里是已经列出来了，比方说你要在3号的时候移民到35、36也是可以，你可以在这里提前预约，当那个王国开放之后就会发一个邮件告诉你，当你预约成功之后，你在新的王国建账号就可以获得一个丰厚的奖励，其实它的丰厚奖励也是一些宝石啊、金钥匙之类的。每个玩家可以预约一个王国，但是如果你要取消的话，必须要在那个王国开启之前取消。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也不会从头来过吧，要重新建立账号是真的很心累的。那么大致上是这么多，那我相信大多数玩家看到的画面应该是跟我这个画面是差不多的，没有试用统帅，没有拿到金头之类的，那是因为你不登录的时间还不够久的关系。
那我前面所介绍的那些界面呢，是因为那个账号已经差不多1年左右没有登录了，那实际上要多久没有登录才会有那个界面，我就不清楚啦。至于现在我画面上所显示的这个账号呢，大概就几个月时间没有登录而已，所以才没有出现到刚刚所介绍的东西。那老实说，今天我所介绍的东西对于那些还在玩这个游戏的玩家来说是没有用处的。那我自己本人也是知道的，不过也是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像是刚刚所讲的试用统帅或者是组队移民，我觉得这个概念还是不错的。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